啊，您的电脑密码我改成我父亲的忌日了。为什么？谁让你改的？因为我发现有人从你电脑里面去拷客户的资料。谁？老洪。改回去。改回去。尽早建立离岸家族信托基金，就可以隔离这些风险。比如说，您打算把财富隔代传承，那您可以直接用离岸家族信托，将您的孙子设定为指定的受益人。如果说你不愿，我在跟客户通电话，几百亿的家族信托，你是在跟我的客户通电话？我是在帮你维系客户，替你做客户的增值服务。这么说，我要谢谢你了。不客气。我听说你还分别联系了任小年父子，谁跟你说的？你承认了？他们应该已经不算你的客户了。如果你肯听我的建议，你劝我放弃？没错。为什么？因为他不尊重别人的劳动，他认为花钱买的不是你的服务，而是你的尊严。不，据我所知，他们是尊重别人劳动的，只不过他们不尊重一些不专业的行为。就比如说，你的助理黛西小姐。那他也犯不着勃然大怒，让我当场炒掉我的助理。那你也犯不着怒发冲冠，为了个助理跟大客户翻脸。如果我默许或者纵容了他的行为，我会看不起我自己的。我猜你是怕黛西会看不起你。你猜错了。你是个理性的人，理性不代表逆来顺受。你是不是因为任小年曾经是你的客户，如果他现在变成了我的客户，会让你觉得很没面子？这跟我的面子无关，所以我奉劝你，如果不是因为太缺钱，有些案子就算了。你觉得我留在这是为了钱吗？我继承的遗产够我开10几家全景的，你觉得我为什么留在这儿？好，那如果我告诉你我留在这儿是为了助人为乐，你信吗？中国有句话说得好，富不过3代，为什么？第1代辛苦赚钱，第3代宰卖爷田，甚至都熬不到第3代，很多在第2代就折腾没了。说实话，罗宾，我特别感谢你为我做的事，让我避免了家产争斗。我想为更多像我一样的人，规划他们的所有，避免他们手足相残。其实对于我来说，多签一个客户，少签一个客户有什么所谓呢？但是对于他们来讲不一样，他们越早知道，就越早能规避风险。好，我知道了。抱歉打搅你了。难道不应该是抱歉误解你了？请你以后不要偷偷的到我电脑里去拷资料，好吗？如果你需要什么，直接告诉我，跟我要。我没有偷偷去你电脑里拷资料。你不上班，办公室没有人，我没办法直接问你要。所以你就打开我的电脑，输入了我的生日，电脑就蹦出来一行字：欢迎回来。不管什么人，不管什么电脑，只要你输入密码正确，都会蹦出来欢迎回来。哦，我以为你的电脑一直在等我回来。好，我的错，我太懒。所以你是特地来告诉我？对，我就是特意来告诉你，这个错误已经被纠正了。是吗？那现在换成谁的生日了？
有空吗？你说什么时候？是这会儿、一会儿还是下午？我是说等你有空的时候，有点事儿想跟你说。我先去看一眼我的电脑。不急，我在办公室等你。哎，马上告诉我，请告知我你父亲的忌日。家族信托这块是由我们所另外一位同事负责。对，你可以直接跟他联系。好的，咱们常联系。再见。我记得你父亲跟检察院不要打我父亲的主意。没打你父亲主意，我是说这个案子已经到了检察院，所以我们现在需要跟检察院沟通。那就走正常的渠道沟通好。是正常渠道，你把你父亲理解成歪门邪道了。那你沟通目的是什么？轻判？不判，这怎么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呢？没有这样的先例。所以我们要开一个先例。我们是超级无敌搭档。我是超级无敌，你是搭档。我不喜欢开这种玩笑。那好，你是超级，我是无敌，为什么不能换过来？你是超级，我是无敌。超级无敌，超级排在前面。我以为你喜欢排在前面嘛。那好，我是超级，你是无敌。你好，我找何塞。哦，何塞律师不在。不可能啊，我跟他约好呢。小然，何塞是出去了吧？对，我呢，反复的考虑了一下，我还是不能跟你一起骗我姐，而且我觉得你也不应该骗我姐。那除非你穿裙子上班。哎，我是跟你认真的说。我也是。我去。喂，蓉蓉，你在哪儿呢？啊，你在那儿稍等啊，我现在就派人过去接你啊。一大早我就看见你跟何塞一前一后的进律所。一大早我也看见了罗宾在你的办公室呀。喂。喂，兰兰，那个不好意思啊，你帮我一个忙。那个我今天呢，本来是跟我表妹已经约好了，但是呢，我今天把这事给忘了。你先帮我接待她一下，好吗？谢谢。我吧，其实从来都不忘事儿，这是我头一次忘事儿。你一定帮我跟她解释一下，然后呢，你跟我帮她道个歉啊。你就说我并不是不重视她，今天真的是临时有事儿。罗宾啊，罗宾他突然间找我了，他非让我跟他出来。3个问题，他现在在哪儿？前台。他叫什么？蓉蓉。他找你有什么事儿？他没说，他说等见了我的面再跟我说。我想应该是法律咨询这方面问题吧。他自己呢有个小公司，我是他公司终身免费的法律顾问。当然了，你给他不用免费咨询哈，但是呢，你不要跟他要钱，等回头你的钱呢，我替他给你。好，我去接他。我现在要去接何塞的表妹了。你并不了解何塞。我可以花时间去了解。兰兰，我其实不想干涉你的私事。谢谢，你今天真好看。蓉蓉，你好，我是何塞的同事，他临时有点事儿，让我来接待你。哦，行。我表妹啊，真不容易啊！你说又得当老板，还得怀着孕，还得给你外甥女儿当后妈。你说的这些事儿，哪一件不是他自己乐意的？你怎么这么说话呢？都是好事儿啊！你看，当老板又怀孕，当后妈呢，也是好事儿啊。
这说明她嫁给了一个她自己喜欢的男人，这多幸福！只不过，这个男人之前有个孩子，对吧？他还多了一个孩子，不是吗？找谁呀？你好，我们找杜飞。我就是。你们谁？我们是您的律师。我叫何塞。这位是罗宾律师。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减轻你的罪。我没有罪。是这样，能让我们进去说吗？就在这说。我们来呢，今天找你，首先是想向你来了解情况的。情况就是，我爸得了癌症，为了让他多活几年，我去孟加拉买了一种药，1万多一瓶，效果不错。完了，我就在我爸的病友群里分享了这种药，很多病友希望我帮他们买，就是这样。我不知道我犯了什么罪。你从孟加拉买回来的这个科比替尼啊，它是没有经过国家药监局的审批的。那是药监局的事啊，找我干嘛？是这样，我呢先给你普及一下起码的法律常识，好吧？在我们国家呢，没有经过药监局审批的药物，被认定为假药。有些药呢，在国外是被认可的，但是在国内就不一定被认可了。而且我国对药品管理的制度的严格程度，那在全世界都是名列前茅的。所以你从国外代购回来的这个药被认定为假药，这是没有问题的。你是在说我有罪吗？不，我不是说你有罪啊，我是在跟你说法律是这么规定的。那就是法律错了。哎，你这样的态度，我们没有办法为你辩护。谁让你们来的？那你们来干嘛？哦，让我认罪，给我个轻判，门儿都没有。你先别激动，我们今天来的目的就是来为你做无罪辩护的，但是前提是你得配合我们。你们能保证我能赢吗？没有律师能够保证赢。那我为什么要配合你们？哎，杜飞，别敲了，这整个就是个法盲啊！连起码的法律常识他都没有。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讲赢他呢？我要跟他形成共识，我得告诉他法律到底是怎么规定的。算了，这个案子你不要管了。为什么？因为你从内心里边认定他有罪。对啊，他就是有罪。当然了，我们可以帮助他减轻罪行。可是你看到了，他不能接受。那我们就去说服他。你连门都进不去，你怎么说服他？所以，这个案子不需要你了。那你也不能甩掉我。你跟何塞怎么了？杜飞到底是谁的朋友？风英不想让我告诉你，封印的朋友。他不想让你知道。哎，他不在办公室。那他人在哪儿？医院。医院？怎么了？他生病了吗？他老婆。陶月什么病？癌。癌？什么癌？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多长时间了？好几年了。这事儿为什么我一点都不知道？陶月不想让别人知道，封印很尊重他这一点。生病了又不丢人，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呢？那是因为你没有生过病。我母亲是病逝的，
当年人家都说他生病是因为他缺德，遭的报应。说这个话的人才缺德。杜飞曾经帮陶月代购过科比替尼。懂了。哎，何塞老师，您找我？你把这个整理一下，发到我们全景的公众号上，我希望它能够引起关注。好的，我做完以后就发您。不是发给我，我不是要在我的邮箱里看到，我是要在网上，在公众号上，在其他一切社交媒体上，我要让杜飞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你去完成它，这是一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报信者杜飞，杜飞是谁？明天你就知道了。喝点什么？喝酒。我记得您不喝酒。不喝酒和想喝是两回事儿。有吗？当然。好。梦之蓝，这酒怎么样？不错啊，何塞的客户。来，尝尝。我听说了，这个杜飞啊，他不信任我们，这不怨他。不知道听谁说的，说是律师啊，就是公检法的卧底。如果他不信任我，我没办法为他辩护。你会有办法的，我相信你能得到他的信任。来，你了解我，我这辈子最不愿意干的事儿就是讨好别人。取得别人的信任和讨好别人完全是两回事儿。我从来就不信任讨好我的人，但是你从来就没讨好我。可是我相信你。我的意思是说，与其去争取一个不相信自己人的信任，不如直接服务一个你相信的人。我知道，你不差杜飞这个客户，但是杜飞他需要你。我一直支持你的做法，只和相信自己的人合作，代理相信自己的客户。但是，杜飞这个案子比较特殊，他值得我们花时间去赢得他的信任。就因为他代购的药救了很多人，还因为我们要让他相信，我们值得他信任，这个世界值得他信任，我们可以无条件的为他辩护。来，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们俩开始是同学，后来做了同事，我们俩亦敌亦友。但是呢，只要我们俩意见相同的时候，所有人都认为我是在附和他，而且他自己也这么认为。但是我们俩意见不同的时候，所有人就都不相信我，而且说罗宾他不是这样的人，
哎，我为此非常的愤怒和不解。为什么啊？为什么你们所有的人都认为他不是这样的人啊？难道是因为他比我长得帅吗？我觉得我姐说的对，我确实不够了解你。嘉豪还在美国啊？在。那他知道他妈妈生病了吗？陶爷这个人啊，就怕他宝贝儿子知道，所以嘱咐我，不要跟任何人讲。你知道，咱们这个圈子啊，就这么大。这个嘉豪又认识这么多叔叔阿姨，万一谁说漏了嘴，说不定就传出去了。我认为你还是应该让他知道。他还有多少时间毕业？还有1年吧。陶越啊，是个特别怕给人添麻烦的人，包括他的儿子。他大概是这么考虑的吧，怕影响儿子的学业，所以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不喝了，保密啊！身体最重要，因为健康最贵。没错，所以这酒啊，你以后还是别喝了，多保重。你知道哈，陶越吃的药如果是正品的话，1瓶多少钱？11万。嘿嘿，你行啊。对，11万，11万，每个月11万，每个月这就是续命的药。我知道。杜飞啊，他代购的这个药是孟加拉产的，是仿制品，11000块钱1瓶。是正价的1/10，他到现在也不知道他哪里错了。他是一个救命的人，怎么就犯罪了呢？他完全没有法律知识，他和你我比起来，他就是个法盲。行了，老大，你别说了。嗯，我会替他辩护，努力替他做无罪辩护。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说得好，上车。嘿，说得好。Hello， 你的餐好了，您的号牌，请稍等。对，好，谢谢。哎，上来来，哎，你先来。你要什么？奶油面包也。欢迎。9号顾客，你的餐好了。来2个沃子水，加蓝莓、樱桃、青柠、薄荷，再拿个人力面包。
杜飞太太来了，在你办公室。他看到那篇报信者杜飞了？当然，微博已经转发好几千了，公众号上大家也都在声援，为众人报信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黛西来了吗？他来了，我马上让他去找你。他怎么又没来？他加班到今天早上。杜太太，报信者那篇文章你们发的？怎么了？怎么了？杜飞现在在取保候审阶段，法院还没判呢。人家反复的在叮嘱我们不可以公开发声。这样，你们就说这不是你们发的，您就说你不知道就可以。我不能说我不知道，他们抓了我丈夫。他们又抓了杜飞。今天来了几个便衣，正好孩子在家呢，他们就跟杜飞说带杜飞走一趟，还说因为孩子在家，就不给杜飞戴手铐。这是什么呀？委托我为你丈夫代理的协议。我为什么要委托你？刻不容缓，请你相信我，恳请你相信我一次。罗老师，您找我？马上联系到这个名单上的所有人，问问有多少人愿意为杜飞求情作证。好，是谁写的？那个报信者杜飞。我何赛老师让我写的。你写的？啊？为什么要写？啊？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你哪儿听说的这些啊？谁让你发的？杜太太，这个事情我们回头跟你解释。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解决你先生的问题。马上删除那篇微博。删除。你是来为昨天的事情向我道歉的？我是以实际行动来纠正我的错误。你犯了什么错误呀？我不应该未经你同意就把你踢出合作。那你现在要以什么样的实际行动来纠正你自己的错误呢？你马上去给杜飞办理取保候审。他不是办了取保候审了吗？对，但是因为前2次传唤他没去，所以他就被批捕了。他为什么不去啊？因为他认为自己没有罪。那我们2个是拍档，为什么我一个人去啊？这点小事儿，我就不用去了吧？对，这么点小事我自己去就可以了。那你干什么啊？在我去给当事人办取保候审的时候，我想去找一趟你父亲。你找他干嘛？我打算说服检察院，召开一次听证会，邀请著名的法律专家、法学教授群策群力。召开听证会，其实意味着检察机关主动把司法行为放在阳光下晒。在办理公诉案件过程中，召开听证会是践行正义不仅应得以实现，而且是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办案过程中，不存在哪个部门办错了案，这只是一种理念的碰撞和对法条理解的不同。听证会可以让参加者通过程序公正坚信实体公正，让社会、公众对司法裁判口服心服。公开听证可以充分听取各方意见，提高司法决策的透明度。您好，您好，我是全景律师事务所罗宾律师的助理黛西，我想跟您了解一些情况。杜飞先生您认识吧？认识。他是不是曾经分文未取，给您购买过药品？有这回事儿？他人特好。我们这儿有个请愿书，杜飞先生非常需要大家的帮忙，您能帮我签个字吗？
听证会一般首先都是公开的介绍案情，然后聘请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还有司法局的代表，会就案件进行提问。你说的我都听明白了，所以杜飞才不想去，他怕逼着他当场认罪。听证会不是审判，但是也会有意见相左的双方互相辩论。那我不去行吗？我怕去了会控制不住情绪动手。别紧张。我要去趟厕所。你先去跟大家打个招呼。玉子，哎，你好，你好，你好！哟，哎呦呦，何老师，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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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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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哎，好，你坐，哎，你们坐啊！好，我们坐，我们坐。哎呀，你们这个案子啊，影响很大呀，一定要把它办好啊！我明白了，何老师，还请您多多指导。哎，客气，坐，你们坐，您先坐，您先坐。哎，杜飞，你不要紧张，你就记住一件事儿，态度平和，绝对平和。不管谁对你说什么做什么，你就放松，保持微笑就好了，不要有任何抵触情绪，尤其是对负责办理案子的人。我不想进去，我不去可不可以？你不去可以，但是这是一次绝好的机会。今天听证会不仅邀请了很多专家，还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包括具体负责办理案子的人。你想让我当众承认违法？我们之前不是都已经说好了吗？我就是觉得，如果我承认违法了，他们是不是就可以判我了？我听说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你不要听东听西的，你应该相信我。我们今天来这儿的目的，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征得他们的谅解，让他们知道你这么做的动机绝对不是从中牟利，而是一种善举。你对司法机关对你的指控都是认可的，但你希望政法机关他们能够谅解你，能够对你从轻处理。他们会认定我有罪吗？我不知道，但是你应该相信我，我会努力，会尽全力为你做无罪辩护。
你以前答应过我的，不管别人说什么做什么，你都不要有抵触情绪，只需要保持微笑就好，好吗？微笑。何塞，你怎么了？哦，没事儿。可能是吃坏东西了。你们先进去吧，我一会儿进去。你确定没事儿？嗯，没事儿。我们走吧。哎，罗琦姐，黛西啊，罗宾老师他不在啊？没关系，我不找他，我找兰兰。找兰兰？对，蓝红的妹妹，她告我了。他告您？从法律的规定上看呢，杜飞啊，确实构成犯罪，法不容情。你们大家想一想啊，这个口子一开，意味着什么呀？那就意味着国家药品管理面临着很大的挑战，而且那些守规矩、守法的制药企业，他们的药品专利也得不到有效的保护。法律规定啊，药品专利保护期为20年，那么在这个20年里，新药就是独家垄断商品，即便是有些药厂获得了此药的配方，也不能生产和上市此款药，销售和代理的单一性，导致药品价格不能随着市场的变动而变动。不好意思，我刚才打了个电话。你是想接案子想疯了吧？是不是没官司打呀？平时？我只是一个律师，我并不想打官司。如果您可以把财产退回来的话，我可以建议我的当事人撤诉。我劝你的当事人赶紧撤诉吧。如果搞不定的话，这件事情很有可能影响他们夫妻间的感情。如果到时候再不巧打个离婚官司，那就活成笑话。我不介意多打一个离婚官司，我也不介意多接一个离婚的案件。其实，我的当事人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我已经这样劝过他了。哎，兰兰，我觉得你这样做不大好。咱俩是一个律所的吧？根据利益冲突的原则，我既然代理了原告方，你就不能代理被告方。我没有代理，我只不过是作为罗琦姐姐的朋友，我这么说而已。作为朋友，你应该给你的罗琦姐姐尽到普法的义务。可是并没有哪条法律规定说丈夫给自己的前妻买房，这是违法的。这个案件已经很明显了，季玉给罗琦买房的购房款是季玉和我的当事人蓉蓉小姐他们夫妻共有财产，但是季玉并没有通过蓉蓉女士的同意赠与了罗琦女士购房款，侵犯了其合法妻子蓉蓉女士的财产权。法律规定，生父生母对孩子理应承担所有的生活费和教育费，以保证孩子的健康成长。可是法律并没有任何一条规定前夫有给前妻买房的义务。那如果季玉先生认为这笔费用是孩子的抚养费呢？这是购房费，这不是抚养费。我也提醒你，这笔费用的性质它就是抚养费，只不过罗琦女士是拿这笔钱去购了房产而已，这也是为了保障子女的健康成长啊，完全合法。一个父亲给孩子抚养费，这是天经地义的。如果他老婆觉得有问题，应该问他老公啊，问得着我吗？可是你拿这笔钱去买房了，这就是购房费、抚养费。何嘉一老师是我们的前辈，我非常尊重何老师。但是在这个事情的观点上，我跟何老师的观点不同。我认为杜飞的行为类似于紧急避险，他为了挽救几千名买不起昂贵药品的绝症患者的生命，不得已违反了我国药品的管理法规，不得已违反了法律。
不是违法吗？当然是违法。罗律师啊，我问你个问题啊，你刚才说杜飞为了挽救几千名买不起昂贵药的绝症患者的生命，不得已代购了假冒的仿制药。如果说杜飞的这种行为不违法，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一，所有以活着为目的的行为都可以不追究法律责任呢？二，我们国家的药品专利保护是不是就是一纸空文呢？是这样，何老师，杜飞的行为呢，确实是损害了药企的利益，但是他却保证了更大的公民的权利——生命健康权，以损害了小部分人的利益，保护了更大的利益。不，我不认为他保护了更大的利益。我们大家一直在说杜飞为了挽救那些吃不起昂贵的抗癌药患者的生命，不得已而铤而走险。那么我们知道为什么抗癌药动辄要几万块钱一盒？新药的研制、实验都需要资金。一个国外的创新药从研制到上市，据我掌握的资料，它的直接研究支出至少也要7亿美元。如果再算上那些失败的药物，一个药物上市，那么至少也要25亿美元，而且它只有10年的销售期。这只是研发费用，还不算后期的销售费用、制造摊销，所以它注定不能薄利多销。我非常同意这位专家的意思啊！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不尊重、不维护药品专利，放纵那些便宜的仿制药，那么还有哪些药厂会投巨资去研发新药呢？如果没有人研发新药，从长远的角度上看，那么我们面临的损失不更大吗？那就要看我们如何确定什么是更大的利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这是政法工作的指导思想。我们认为，司法的原则和宗旨就是以人为本，保障人权。在公民的人身权益中，最大的权利是生命权。所以，如果认定杜飞的行为构成犯罪，那么将背离刑事司法的价值观。请在座的各位能够再次认真考虑一下。有什么东西需要我帮你转交给罗宾吗？谢谢，我想自己给他。那我先下班了，
你走的时候把门带上就好了。谢谢。不客气。丽娜，谢谢你，我知道你帮了忙。应该的。两个失望的人，不要再因为分手多失望一次了。所以我火速另嫁他人，不是因为钱，是因为失望。失望，你懂吗？你是不愿和我一起，我不愿意跟任何人一起。可是我们过去是搭档。很久以前，那是很久以前，非常久。我时常怀念过去，无论走到哪里，都应该记得，过去都是假的。百年孤独，我喜欢这本书，我是因为这句话喜欢这本书。划过你的泪眼，好久没有你的消息，
是否努力把我忘记？时间过太快，我只想让你明白那些刻骨铭心都。无论走到哪里，都应该记住，过去都是假的。回忆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一切以往的春天都不复存在，就连那最坚韧而又狂乱的爱情，归根结底也不过是一种转瞬即逝的现实。唯有孤独永恒。世界里存在吗？老罗，我换所了，是家外企所，在上海。明天一早的机票，没时间跟你道别了。日后你或你的朋友在上海有什么业务方面的需求，记得找我啊，保持联络。另外，我在全景签的客户，拜托你照顾，谢了。都没有你的消息，是否努力把我忘记？时间过太快，我只想让你明白，那些刻骨铭心都还在。你过得还好吗？偶尔会想我吗？想没想过重逢的一刹，会把我紧紧抱住吗？你过得还好吗？还会有一些期待吗？我还在你的世界里存在吗？我还会在你的世界里存在吗？谢谢鼓励，继续努力。喂，老大。罗宾啊，你到哪儿了？马上到你办公室门口。好，等你。好。来，罗宾，李会长等你半天了。你好。您好，您好。你们主任说你每天忙得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了。哪里，让您久等了，请坐，请坐。喂，你好。帮我接罗宾。罗宾现在正在忙。跟他说是季玉给他打电话，让他接电话。他现在可能不太方便。杜飞案的处理，不光推动了医药管理制度的改革，更重要的是，它促进了我们司法理念和执法观念的转变。我们律协有很多年轻律师，你给他们做个讲座吧。不敢。其实这个案子真的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我们整个团队。我们这个团队呢很优秀，比如说有何塞、黛西这样的，真的这是我们整个团队的功劳。你就别再推了，给年轻律师办讲座，提高他们的业务能力，是你们这些成名律师的责任。哎，你放心吧，他肯定去。
他要是不去的话，我可找你。好。年轻律师缺少的就是实战经验，你好好给他们传授传授。就以杜飞案为例吧。那就恭敬不如从命。好，谢谢，谢谢，再见，再见，再见，请，再见，再见。哟，对不起，你们先走，我接个电话。喂，我是，你老爸还在生你的气呢。冯老大说了，过几天找个时间专门去看望看望你父亲，顺便解释一下。虽然我们对案子的意见相左，但这并不代表不尊重他。刚才那是咱们律协的会长吧？没错，你应该认识你父亲的学生。我当然认识了，可是他见着我像没看见一样。可能下电梯没注意到吧？我都听见了。听见什么了？你要去讲课，杜飞案。哦，对，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去讲。什么叫如果我喜欢我去讲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喜欢的话，你去讲嘛。我是从来不喜欢给别人讲课，我也从来都不喜欢给别人讲课。不喜欢就不喜欢，那么大声干什么？我们俩是超级无敌啊！我是超级，你是无敌，我们俩是搭档。可是现在呢？所有的功劳全是你的，所有的荣誉也都是你的。我猜你刚才连我的名都没提吧？何才，你真的是个小心眼儿。你猜错了，我提了，我不光提了你，我还提了黛西。对，这就是你贬低我的方式。你不拿我跟你相提并论，你拿我跟你的助理相提并论。看看几点了？你迟到了。如果你准时到的话，你就会在场，你可以当面向领导汇报工作。可是你呢？利用上班的时间去买水果做的水。你别占了便宜又卖乖啊！我占什么便宜了？哎呀，你好无辜啊！你无辜的就像水果水一样。蓝红的告别信，他辞职了，去了一家上海的外资所。还有什么事儿吗？季玉，他可能要找你麻烦。怎么了？他找你了？什么事儿？他没跟我说什么事儿，但是你有什么话能不能直说？罗琦又不让他看孩子了，而且可能要终止他的探望权。为什么？因为季玉要当爹了吗？要我说，这次不是罗琦的错，是蓉蓉开的第一枪。蓉蓉？蓉蓉把罗琦给告了。喂，说。陶月，嘉豪这孩子也是我儿子，我和你一样爱他。但是这件事他做错了，这孩子太任性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我不是说不给他钱。好，你先消消气儿。这样吧，我现在回家了，咱们见面再聊。好。妮娜，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你为什么都不告诉我呢？第一，你一直在忙杜飞案，忙到飞起。你太夸张了。如果你想告诉我，发个微信都可以跟我说一声。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情，不止我一个人。何塞也知道，为什么他就可以不告诉你呢？
何塞不告诉我，当然可以理解。蓉蓉是他表妹，那我不告诉你，你应该也可以理解。蓉蓉的代理律师是兰兰，兰兰是兰红的亲妹妹。如果是我告诉你的话，你也会觉得我在挑事儿。琳娜，我们之间最基础的信任总该是有的。是的，我们以前是有这种基础的信任，但是自从兰红来了之后，只要我提跟她沾边的事儿，你就觉得我是故意针对兰红。你甚至还警告过我说让我不要挑拨你和兰红之间的关系。你用警告这个词也太夸张了。一点都不夸张，不光我这么觉得，大家都有这种感觉。什么感觉？只要跟兰红沾边的事儿，没有人愿意掺和。为什么没有人告诉你，你前女友辞职了，她的亲妹妹代理了你亲外甥女儿的后妈，告了你的亲姐？你能不能别绕来绕去，火上浇油啊？我火上浇油？你怎么不去怨那些点火的人呢？ OK， 麻烦你现在帮我约一下季玉，我要请他吃饭。他要是不愿意来呢？也会有办法的。兰兰。 我早上去买早餐的时候，我怎么没看见你啊？我无意中我翻了一下你朋友圈，我怎么看不了你朋友圈了？是不是你把我给屏蔽了？我给你买了那个燃力的那个手工面包了，要不我给你送过去好不好？兰兰。 我前一段时间呢，我的确是太忙了，你知道吗？我又复盘了一遍咱们俩上次吃饭的事情。的确啊，的确我们是，闹了一点小的情绪，闹了点小矛盾，但是都赖我，知道吗？都赖我。是因为我分神了，是吧？我不够专注，所以我得向你道歉啊！这件事情太不礼貌了，请你接受我的道歉好吗？ 我道歉的意思呢是这样的，我要以我实际的行动来改正我的错误，啊，我想呢，你能不能跟我呢再吃一次饭？我这次一定不分神啊，一定。你先出去，我这有事儿呢。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蓉蓉告我姐的事儿？不是我凭什么告诉你啊？你是我上级啊，我为什么什么事儿都跟你说呀？你之前还说我们是搭档，对，你是超级，我是无敌。 对吧？我们是伙伴关系，但是在你心里边，你从来想的都是你自己是超级无敌，而我呢，只是跟在你屁股后边的一个透明小伙伴。所以咱俩之间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平起平坐啊，不存在什么荣辱与共，当然不存在。罗琦是我姐，蓉蓉是你表妹，你表妹告我姐律师是你介绍的，你连跟我说都不说一声。哎。 当时我正在陪着你跑杜飞的案子，对不对？忙的是焦头烂额的，这事你知道啊？啊，我表妹来找我，我当时不在单位，对不对？所以我就让兰兰，怎么着？你这是在找借口，不知道兰兰给你表妹出过什么主意。律师是有为客户保密的义务的，兰兰现在已经成为了我表妹的律师啊，那么她就有保密的义务，我尊重她这一点。所以说。 从这之后，我就再也没有问过兰兰任何我表妹的事情，兰兰也没有主动跟我说过任何这件事情。虽说蓉蓉她是我表妹啊，但是既然她已经成为了兰兰的客户，那么我就不能再去找兰兰去打听任何蓉蓉委托给她的事项了。你可能觉得蓉蓉是你的客户。 你要维护你当事人的权益，但是我告诉你，你太年轻了。当有一天你到了我这个岁数，那我也不会成为你这样的人。我哪儿得罪你了吗？你没得罪我，但我看不惯你欺负人。我欺负谁了？我欺负你了吗？你一直都在欺负我。你找人告了我姐。 我来问问你怎么回事，这就叫欺负你。你们俩真的是真爱，我信了。所以，祝你们喜结良缘，白头到老。
嘿，罗炳，我家里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哈。那今天还回来吗？有事吗？有一些报销单需要您签个字。哦，儿子说吧。哦，对了，蓝红跟你说了吧？他说他走了，他把他那客户都给你了。好，走了。他儿子。他儿子？他儿子怎么了？不是一直在国外读书吗？说是在国外读书，其实一直用他老爹给他上学的钱在干别的事情。真不生气。封印都快气疯了。那陶月知道吗？知道有什么用啊？知道这也是亲生儿子，用的也是亲爹亲妈的钱，总不能告他是诈骗吧？也不能送公安局去。黛西去哪儿了？他在楼下咖啡馆办公呢。为什么去楼下咖啡馆办公？因为你不让他在律所里提供无偿法律咨询啊。你就为这点事儿，你就从上海飞回来啊？我都气疯了好吗？你看我这上的，你看看。哎呦，还真是呢。哎，我那个屋子空着呢，带钥匙了没有呀？以后我还能过来找你。哈哈哈，就知道。来，拿着。哎，我跟你说啊，真的挺气人的。刚开始我还觉得他爸妈挺好的，一听说我们要结婚，就主动给我们买房子。后来我这一想，越想越不对劲儿啊。他们家主动给我买房子，他们家付首付，那房本上没有我的名字，那这房子以后就和我没关系，对吧？如果房本上是你男朋友的名字，你俩婚后一起还贷，那么还贷的部分以及还贷对应的增值，就是你俩的夫妻共同财产。那为什么我爸妈和我说他父母出的首付，房本上没有我们家人的名字，那以后房子就是他的？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如果说房本上是他父母的名字，而且是他父母付的首付，那么这套房子当然是人家父母的了。所以呀，我就和我男朋友说开了，我说你爸妈出一个首付，号称给我们买房子，但婚后我和你们家一起还房贷，房本上没有我的名字，相当于我帮你们家买房子，我等于扶贫呢我。哎，你个大傻子，你怎么能这么说呀？你这么说多伤人呐！那我怎么说呀？啊，好听的话都被他们家给说了，说美薇呀，你作为我们家儿媳妇儿，我们不能让你受委屈，房子呢就我们来买，月供呢由我们帮忙供，你们的钱用于家庭开支。我这一想，他们还挺会算账哈。我能和他们儿子过一辈子就过一辈子，过不了一辈子，他们还落一房子，房子是不动产，我什么也落不着。我的钱用于家庭开支，他们的钱用在月供上。你这么想嘛？你最起码还落着爱情了呀。我呸！那我还结什么婚？光谈恋爱不就得了？人类为什么要发明婚姻啊？婚姻制度本身是产权制度，他们家把钱花在不动产上，我的钱用在消费上，想什么呢？太鸡贼了吧他！那你就一怒之下，你就从上海飞回北京了？我为什么去上海啊？我在哪不能创业呀？我千里迢迢去上海，我还不是为了他呀？我为我们的幸福而努力，他们家在背后给我弄算盘珠子，根本没把我当自己人。请您喝咖啡。我给你发工资，不是让你利用上班时间去给我买咖啡的。您不是经常喝他们家的咖啡的？那也用不着你去买，我自己有。罗老师，那个是这样的，我有一个朋友过来找我，找你咨询。那为什么不在律所咨询呢？我们有咨询室，有会客室，有客户接待室。因为您说律所禁止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那你知道律所为什么要禁止免费的法律服务吗？因为场租费很贵。那你还这么做？所以我就换到咖啡馆去了嘛。好，那我们现在定一个原则，以后每一个月你只能对一个客户进行一次免费的法律服务，没商量。怎么了？你知道罗琦告了季玉吗？是蓉蓉先告的罗琦姐。你知道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我还以为你知道呢。好，那现在我希望你能够去说服罗琦还钱，撤诉。一点默契都没有。
可是如果罗琦姐不还钱，那么蓉蓉就一定会告她，哪怕是输也要弄得鸡犬不宁。如果蓉蓉她折磨罗琦姐，那么罗琦姐就一定会惩罚季玉，不让她见孩子，剥夺她的探望权，以惩罚季玉的方式间接惩罚蓉蓉。所以你认为关键点就是还钱？没错。但是我觉得罗琦姐她100%不会还钱。如果说她以前还有还钱的可能性，但是现在她一定会认为说有什么大事儿啊，非要这样告来告去。行，你恶心我是吧？那我就恶心你老公。那你的意思是，这件事只能让季玉去做工作？季玉她要是会做工作，也不至于让局面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啊。那你的建议呢？那就让他们打官司呗。他们既然喜欢打，那就让他们打呗。怎么了？这不是您一向的主张吗？怎么到了您家人身上？不，我一向的主张是能不打官司就不打。所以你现在去了解一下蓉蓉的成长历史，包括她的家庭背景，看看她有什么样的朋友，有谁对她有影响，包括她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有没有养过宠物。您是想要说服蓉蓉撤诉啊？总要有人先松口吧？那为什么不是罗琦姐先松口呢？你刚才说了，罗琦告季玉，那是因为蓉蓉先告了罗琦。那也是因为季玉他在没有经过蓉蓉同意的情况之下，就给了罗琦姐一大笔钱，让她去买房子。你也说了，想让罗琦还这笔钱是不可能的。啊，所以您的意思是，在罗琦姐她不还钱的前提之下，还要让蓉蓉撤诉？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那怎么可能嘛？除非蓉蓉出车祸死了。我发现你这嘴也够毒的。我跟您学的。那你能不能跟我学点好呢？学什么呢？出去，按我说的办。好的。